我们已经报警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目前被打的乘客施强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有专人负责陪同，其他的机组人员都在公司，可以随时接受你们的调查。我想 Stella 应该跟你们已经说过了。今天上午10点半，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将会对外公布信天翁航空会开通10条国际新航线，这是我们公司今年的头等大事，不可以有任何差错。但是现在出现了沉着打人事件，我怕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会抓着不放。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资料。根据 Stella 的要求，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临时办公室。从现在开始，信天翁航空对外媒体沟通工作就全权委托给你们了。还有3小时10分钟。昨晚11点10分，在延误2个多小时后，机场通知乘客登机，然而因为机械故障依旧无法起飞。直到今天凌晨2点20分，乘客被告知离开机舱。此时，乘客已经等待超过4个小时。可是，当大部分乘客回到候机厅时，乘客施强突然和空乘陈卓打了起来。再放一遍。很明显，陈卓先动的手。路易斯，赶紧去查查看，还有没有其他角度的监控。有视频最好，没有视频照片也行。安东，去找一下陈卓的空乘培训师，了解一下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或者暴力倾向。收到。跟我来。空乘不同于其他的服务行业，在几万米的高空作业，除了身体素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心理培训和测试。我们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为的就是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你好，你好，我们是你们公司聘请的公关顾问。你好，你好，请坐吧。有几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你。不用问了，人是我打的，是我的错，我违反了航空公司的制度条例，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一切处罚。那你为什么打人呀？他下飞机的时候嘴里一直不干净，我看着烦就把他打了。白主任，还有其他位置的视频吗？就这些了。机舱里有监控吗？除了特殊机型，普通民航客机基本都不安装监控。在飞机上的时候，你和施强有没有过什么争执，或者是施强对你有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行？没有争执。他下飞机以后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我看不惯。你们别再问了，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道歉也好，赔偿也好，停飞也好，我认。陈卓的心理测评一直都很稳定，不然他也不可能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乘务员。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后，我挺震惊的，这不是我认识的陈卓会做出的事情。那如果让您分析陈卓打人的动机，您觉得会是什么？做乘务员的第一守则就是绝对不能和乘客发生冲突。通常一个人被困在机舱里这么长时间，难免会心浮气躁。前年别的航空公司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结果一查呀，是那个空乘有幽闭恐惧症，才导致的情绪失控。这次这个陈卓呀，我估计也差不多，不然谁会好端端的把人打成那样？你说是吧？无头无尾的，这架打的也太蹊跷。要不你问问同一航班的其他乘客，指不定有谁闲着没事拍点照片，录点视频。现在不都说有图有真相吗？他们在飞机上整整待了4个多小时，要是我呀，也会拍个照片发个微博上。他承认的太快了，一般人要遇到这种事情，怎么着也会给自己辩解几句，他干脆全揽下来了。我觉得他是有准备的。陈卓年年被评为优秀乘务员，从来没被投诉过。这一次就因为施强的几句抱怨就动手打人，说不通。而且从监控视频来看，施强已经走出了机舱。要是照陈卓说的，施强是在机舱里骂骂咧咧，那为什么当时不动手，非得等到施强下了飞机再追出去打他？不合理。你刚刚怎么不直接问他呀？不想说，问了也没用。有些乘客的言行确实会严重伤害到空乘的自尊心，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少，这个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案例。您的意思是说，陈卓或许和被打的乘客有过争执？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说这是我的猜测。好，今天谢谢啊，谢谢你。不客气。我当时在门口送乘客下机，
陈卓突然冲了出去，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后来才知道他一路跑下飞机打人去了。我当时在后舱，陈卓他们在前面，我没留意。就那个世强闹得最凶，一会儿说投诉航空公司，一会儿说投诉机组，一会儿又说投诉机场。完了，陈卓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突然间就打起来了。世强很过分的，一直在飞机上吵，骂人可难听了。也许是他说了什么话激怒了陈卓，两人才打起来。我和陈卓是同学，又是同一批进新天宫的，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替他着急。哎，陈卓，我当时在整理头等舱，看见陈卓和陆佳敏好像说了几句话，然后陈卓就冲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把人给打了。陆佳敏。谢谢。陆佳敏，你接着说。其实你们不必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在头等舱整理东西，外面发生什么根本不知道。那你和陈卓说什么了？我和陈卓没有啊。有人看见他打人之前，你们在一起说话了？只是随便聊了几句，说航班延误时间有点长之类的。然后他就冲出去了。我说过了，我不知道他去打人。这个陆佳敏你怎么看？我觉得他肯定是隐瞒了什么。如果真像他说两个人只是普普通通的聊天，那陈卓怎么会打人？这情绪转换的也太快了吧！而且我记得你说陈卓是在施强下了飞机走远之后冲上去打他的。按这个逻辑，也就是说陈卓在机舱门口听到了施强骂骂咧咧，心里很不爽，但是并没有发作，反倒是回到了头等舱，跟陆佳敏又聊了一会儿。这下才突然想起来，又冲出去打人，有点荒唐吧？他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或者两个人一起在撒谎。我认为应该再见一下陈卓。你们到底想要知道些什么？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咱们有必要在这耽误时间吗？我们就是想知道，在飞机上，陆佳敏跟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就是随便扯了两句，说什么飞机延误耽误事儿什么的。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们说实话呢？我们是真的想帮你。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打那个姓施的是因为他该打，我不后悔。还有，我打人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不行吗？咱们因为这点破事儿再来说去的有意思吗？怎么，你们还真拿我当犯人了是吗？不行，现在把我送回派出所就得了。一提到陆佳敏，陈卓就很激动，他好像很怕这件事情牵扯到陆佳敏身上。陆佳敏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想办法撇清自己和这件事的关系。他们是一个乘务组的，其他的空乘或多或少都会帮陈卓说话，只有他是个例外。欲盖弥彰。江总，快来看。我找到了陈卓和陆佳敏的微博，这是陈卓5年前发的。他俩不仅是同学，而且关系还不错。你再看这一条，他们两个连续2年参加学校的才艺比赛，而且都获了奖。但是奇怪的是，陈卓关注了陆佳敏的微博，可陆佳敏并没有关注他。同学，男同学、女同学还是搭档？现在可以得出2点结论：第一，陈卓绝对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不可能因为几句难听的话就打人，这点空乘培训师可以证明。第二，陈卓和陆佳敏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发布会10点半开，咱们还有2个小时找出真相。安东，快！头等舱16位乘客的名单，尽快找到他们的微博、快手、抖音，总之一切账号，看看还有没有谁发了今天凌晨机舱里的情况，照片、视频都可以。名单怎么拿到的？为了拿到这份名单，我还特地去了一趟派出所报备了一下情况，他们才让航空公司给我的。
江总，走。什么意思啊？多给我和安东加点奖金啊！天天加班是该多加点奖金。涂总说了，这班乘务员本来10个小时以后是要飞下一个航班的，所以都临时安排住在了绿地公寓。陆佳敏住在619，等会儿上去以后你主谈，因为你们都是女的，比较好沟通。走吧。你怎么了？胃疼。胃疼？怎么回事啊？老毛病，我不吃早饭就胃疼。走吧。等会儿。你干嘛？忍一下，这是足三里，专门管胃疼。真假的呀？疼死了！是不是感觉好？我好了。不好意思啊，这么早打扰到你。怎么又是你们？我已经做过笔录了。哦，还有一些疑问，我们想再核实一下。不是谁呀？一大早一会儿门铃一会儿门铃的，孩子睡觉了不知道啊？公司的同事。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没有，这边请了。我丈夫昨天晚上就带着孩子来等我了，结果我今天早上才回来，他刚把孩子哄睡着，就被你们吵醒了，所以情绪不太好，对不起啊。啊，没有，是我们不太好意思。陈卓是你的同学吧？是，只是普通同学关系。哦，那陈卓跟施强在飞机上有没有发生过争吵？没有。陈卓性格很好，从来没有和乘客发生过争吵。你是负责头等舱的吧？对。那个施强在飞机上有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或者是不合理的要求？没有。我没有特别注意过他。据我们了解，有人看到陈卓在冲出去打人之前，你们俩一直在说话。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跟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拜托你们别再来了。不是你到底管不管孩子？孩子哭了你听不见是吧？啊？他们谁啊？我已经说了，公司同事，问几句就走了。问什么呀？是不是还陈卓那点破事啊？不是陈卓什么人呢？跟你有关系吗？回来！对不起，我先回去了。陆佳敏在撒谎，她和陈卓绝对不只是普通同学关系，但她就是不承认。还有她老公，只要一提到陈卓，就充满了攻击性。难道真被我说中了？他们俩曾经是恋人关系，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陆佳敏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按道理说他俩早就断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如果两个人真的彻底断了，你觉得陈卓会因为陆佳敏的一句话就冲出去打人吗？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真受够了！自从结了婚以后，你天天不回家，老是来这蒲公寓待着，我想干点什么事儿我都不方便。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把你的工作辞了？这家里又不缺你那几个钱儿。你作为老婆，我天天看不到人；你作为母亲呢，天天又照顾不了孩子。
哎，我问问你啊，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家了？你发什么呆啊？啊？你是不是在想那个什么陈卓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跟他没关系了，早就没关系了。没关系，没关系，他们来找你干嘛呀？啊？说话！我告诉你啊，别让我查出来，要是你们有事，跟你们没完。陈卓，你太冲动了，现在怎么办呢？你听我说，这件事无论谁问起来，你都要一口咬定和你没关系，把自己撇干净，把所有的事都往我身上推，记住了。我不能认罪。如果我不出来解释的话，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一个人的错。你解释什么？空乘把乘客打了，那说破了天都是没有道理。处罚是一定的，是或者重点轻点的区别。一旦把真相说出来，不但一点作用没有，反而会给你惹麻烦。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出去，否则你老公知道，万一闹了起来，他该怎么收场？你就别让我后悔，自己又干了一件蠢事儿。求你了，好吗？我陈卓、陆佳敏，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他们俩是一对儿。你之前怎么没跟我们说啊？你们之前也没问我啊。再说了，我主动说这样的事情，多八卦啊。那他们为什么分的手啊？好像是陆佳敏家里不同意吧。陆佳敏已经是一个空乘了，他家里人觉得再找一个空乘，两个人飞来飞去的，感情容易不稳定。再加上他家庭条件比较好，后来他父母给他介绍了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没过多久，他和陈卓就分手了，然后他就结婚了，就是和她现在这个丈夫。对，没错。好像她现在的丈夫也不是很同意她现在的工作，所以她正在犹豫要不要辞职。你觉得陈卓和陆佳敏现在会不会？我的意思就是，会不会还有超出同事和同学之外的关系啊？陆佳敏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想什么呢？你们怎么比我还八卦啊？随便问问。如果你们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还有事情要忙，我先走了。好，谢谢。不客气。你都听到了？之前咱们得到的信息都是零散的，所以看起来没什么头绪。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陈卓和陆佳敏曾经是恋人，而且陈卓还在关心着陆佳敏，这就够了。所有的事情都串起来了。你还记得陆佳敏脖子上的伤吗？说话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遮住他的伤口，这就是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当时我看到他的肩膀上有一片污渍，我还觉得奇怪呢。所以我推测，在飞机上，很可能是施强先和陆佳敏发生了争执，甚至伤害到了他。然后陆佳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陈卓，陈卓才冲出去打的施强。现在越来越清晰了。涂总，坐。情况特殊，刚刚公司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了对你的处罚。不管怎么说，打人是我不对，什么结果我都接受。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首先，你要向施强公开赔礼道歉，态度一定要诚恳，必须取得他的原谅。没问题。第二，你要赔偿施强的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倾家荡产我都赔。第三，陈卓，我知道一直以来你的表现都很好，按道理说呢，这次对你的处罚不应该太重，但是没有办法，谁让你赶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1个多小时，就是公司今年最重要的一次战略发布会，绝对不能被你这件事影响。我有心理准备，不管让我停飞多久，甚至是转岗，我都可以接受。比你想象的严重。公司最终的决定是开除你。开除我？对，开除你。我已经说过了，
现在所有的媒体都紧紧地盯着这件事不放，我们只能从重处理，开除你以谢天下。虽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但我们真的没办法。陈卓，我希望你能理解公司的立场。当然了，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久，公司不是不讲情面的，在施强的赔偿金额上，公司一定会尽全力为你争取，公司也可以承担一部分。所以在钱的问题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我也是刚知道信天翁对你的处罚结果，我觉得太重了。我看了近3年所有航空公司对此类事件的处罚，你是第一个在事发后不到7个小时就被开除的。我打了人，我罪有应得。但我觉得不公平。我相信你绝对不是一个无缘无故就动手打人的人。把真相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至少你不用被开除。不需要。我知道你动手打人肯定是因为陆佳敏，是因为施强欺负了陆佳敏，所以你才动手打了他。把真相告诉我。我不会告诉你的。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当时就应该下手更重一点。关于信天翁航空 CX316航班空乘打人事件，本公司声明如下：1、6月23日凌晨2点10分 ，CX316航班的空乘人员陈卓，由于乘客施强抱怨航班延误，殴打施强，致使其身上多处擦伤和软组织挫伤。经本公司内部调查取证，事实清楚。陈卓本人也对其殴打施强的行为供认不讳。2、由于本事件对施强本人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本公司决定立即开除陈卓。等一下，你觉得这样不对？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对不起啊，老大，你刚才说的我没记下来。其实我也觉得陈卓挺冤的，眼看着我们就要找到真相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努力一下呢？最起码陈卓不应该这样被开除。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在我以往的公关原则里，客户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原则应该变一变，真相才是第一位的。就像新闻里不能说假话，法律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我们虽然是公关，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真相。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所以说啊，魏哲老师，既然我们的想法一致，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出这个声明呢？我虽然是你的老师，我也承认在这个原则上的改变是受到了你的影响，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现在不是我们要隐瞒真相，现在是当事人要隐瞒真相。或许陈卓真的有难言之隐，但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离真相越来越近了。我们真的不应该放弃。也许他真的有隐情，我们就应该还他一个公道。但也许我们努力了之后，结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白忙活了一场，但起码我们也是问心无愧。我也想问心无愧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离发布会还有1小时10分钟。如果发布会之前我们找不到真相，陈卓被开除是铁板钉钉。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江总，这段视频我发现，你看，这段视频虽然没有拍到施强和陆佳敏，但是你看旁边这个小男孩，他一直坐在施强的斜后方，并且一直用 DV 在拍。从他的角度，应该能拍到施强，我们就能看到真相。找到这个小孩，就能知道他拍的到底是什么。也许，这会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什么？开除他？对，还有不到1个小时，公司就要宣布对他的处罚决定了。到那个时候真的来不及了。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开除陈卓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仅是失去一份工作，未来在这个行业里立足也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能帮他的只能是你。我希望你说出事情的经过，那是因为你才打的人。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出去，否则你老公知道了，万一闹了起来，该怎么收场？我不知道这篇新闻你看过了没？下面的留言不仅在指责陈卓，也因此你的同事们遭到了抹黑和质疑。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站出来说话，我想大家会对你们整个空乘行业都产生误解，这不是你愿意看到的。我跟你说啊，要还是跟我聊陈卓那小子破事儿，免谈。我来找你跟陈卓没关系，我是来教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男人，做一个好丈夫的。你什么意思？我做人用你教是吗？你认为你自己很爱你的妻子，对吗？当然。那你对你妻子的事情知道多少？不是你几个意思？陆佳敏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不小心烫伤的。怎么了？他在骗你。陆佳敏脖子上的伤很可能是被乘客打的。谁啊？你告诉我是谁？施强，就是被陈卓打的那个人。你和陈卓是大学时期的恋人吧？你老公也对你们现在的关系心怀猜忌，所以你不愿意跟这件事情搭上关系，这就是原因，对吗？可是你想过了没有？你们越是这样躲躲闪闪，你老公越会怀疑。光明正大的，害怕什么呢？其实我也是最近才想出了一个道理。我们这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它，克服它。最后，你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陈卓因为你被开除了，你会后悔吗？经过我们调查，因为施强在飞机上羞辱并伤害了陆佳敏，陈卓才动手打的他。就是因为你一直怀疑陈卓和陆佳敏有感情，陈卓现在宁愿被公司开除，都不愿意供出陆佳敏。陈卓和陆佳敏谈过恋爱，这是事实，但是谁没有过去呢？一个男同事看见自己的女同事被别人欺负以后，挺身而出，陈卓有什么错呢？就是因为你的小肚鸡肠，陆佳敏现在拒绝出来作证，陈卓正在遭受着非常不公平的处罚。你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啊？我说的话也许不中听，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就像陈卓和陆佳敏的关系，你要是心里放不下，谁给你解释都没用。陆佳敏现在要面对两个男人，一个是见义勇为的好同事陈卓，一个是心胸狭窄的丈夫，就是你。你说陆佳敏心里会怎么想呢？我要是他，我会瞧不起你的。等等，那个叫施强的，真的欺负我老婆了是吗？是的。陈卓是因为我老婆才打的他，对吗？你应该感谢。
你们到哪儿了？还有20分钟发布会就开始了。你别催了，现在我们真急快往那赶。我不管，现在人命关天，你们来了，这发布会结束了，再有证据也没用了。赶紧的！别紧张，路易斯在路上。我突然觉得脑子好乱。我一直在想，陈卓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护陆佳敏。可是，一会儿事情的真相被揭开了，也许陈卓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也许不会被开除，但是他们俩的感情怎么办？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陈卓的行为？尤其是陆佳敏的丈夫怎么看待啊？你怎么看待他们的感情？说实话，我挺佩服陈卓的，自己爱的人已经选择了别人，可是他还用这种方式默默地牺牲自己守护她。我不相信陈卓对陆佳敏没有感情了，可是陆佳敏已经结婚了，他这个感情就是对的吗？很多时候，感情是没有办法拿对错来衡量的。或许陈卓还喜欢着陆佳敏，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破坏陆佳敏婚姻的事情。他只是把她当作好朋友，只是想默默陪伴她而已。越是知道这些，越是心疼陈卓。我也特别怕一会儿从我口中说出来的这个真相会破坏他们俩之间这份美好的感情。是你说的，要还陈卓一个公道。不把事实说出来，怎么还他这个公道？作为一个职业公关人，我们有责任向大众、向媒体传达事实的全部。我们要对当事人负责，也要对大众负责。我知道你最近刚失恋，可能对这种问题比较敏感。但是你要记住，在公关事件面前，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渺小的。因为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而是真相。首先，欢迎各位记者朋友的到来。今年，我们公司开通了多条新航线，这在公司发展史上是件大事。当然，我知道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众所周知，今天凌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公司的成员陈卓在执行 CX316航班任务的时候，殴打了乘客，失强。关于这件事情，公司已经有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接下来将会公布。老大，拿到了。开班。下面有请航空公司委托公关新闻发言人江达岭上台。各位领导，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空公司委托的新闻发言人江达岭。我知道，大家对于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件非常关心，但也许事件的真相和你们想的不太一样。请看一段视频。到底几点起飞？不好意思，还得等通知，请您稍等。还得等？刚才你跟大伙儿20分钟起飞，现在几点了？等了2个多小时。对不起啊，我们还得等待。您先用餐吧，我帮您付经过。吃什么吃？赶紧去我问问，几点能起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感谢这段视频的提供者 CX316的乘客，他拍的这段视频，才让我们了解了整起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下面，有请当事人之一的陆佳敏上台，为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
大家好，我是 CX316航班的乘务员陆佳敏。由于航班延误，乘客施强脾气暴躁，多次对我进行骚扰。如视频所示，他将我分发的餐食泼到我的脸上，我很委屈，把这件事告诉了陈卓。怎么样？没事儿，就是烫了一下，你怎么不早说？也没多大事。大女人，她个流氓！哎，陈卓。陈卓因为一时激动才打了石强，我脖子上的伤还在，我可以作证。这件事不是陈卓一个人的错，我愿意跟他一起承担责任。感谢陆佳敏的陈述，这就是真相。我们对这起打架事件表示遗憾，我们谴责一切有损航空安全的暴力行为。经航空公司紧急研究决定，对殴打乘客的空乘陈卓给予停飞半年的处分，同时按照规定对乘客施强给予相应的赔偿。另外，我们确认了乘客施强在飞机上故意骚扰伤害空乘陆佳敏，导致陆佳敏颈部、手臂多处受伤的事实。对此行径，航空公司已经报警，要求施强公开向空乘陆佳敏道歉，赔偿相关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航空公司也已提请民航局将施强纳入旅客失信名单。我们把新证据已经提交给警方，相信很快就会有处理结果。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新闻发布会已经上了热搜，网友一边倒的夸我们处理得当，坏事变好事了。空乘也是有尊严的，信天翁能够顶住压力，替自己的员工伸张正义，这样的公司值得信赖。没想到江总年纪轻轻，发言又稳重又犀利啊！过奖了，我只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而已。难怪斯大来跟我说，把事情交给你们，我可以完全放心了。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谢谢，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多合作。谢谢涂总，再见。再见。那就说再见吧。陈卓，你是个爷们儿，我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都是我应该的。不管谁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只不过是停飞半年而已。我可以接受。陈卓，我想和你单独聊两句，你下去等我一下。好，陈卓，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祝你以后幸福。不会打起来吧？你想知道吗？我们这样偷听不好吧？那你回去。我和佳敏商量过了，她同意辞职。我一直都不喜欢她做空姐。还有刚才感激你是真的，我希望佳敏离职之后，你俩不要再见面了。最好把电话、微信全都删除，以后不要有任何联系。能做到吗？你还是不相信我？我是不相信我自己。我是真的想和佳敏好好过一辈子，不想有任何人捣乱。
如果你真的为他好，最好听我的。我答应你，谢谢。感觉这一上午4个小时过得特别漫长，像1个世纪那么久。其实陆佳明也挺幸福的，有这样一份爱默默守护着他。我也能看出来，陈卓好像到现在都没有放下陆佳明。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你说对吗？嗯，没错，该放下的必须要放下。工作呢是治愈伤痛最好的良药，所以我要拼命努力。这也是你这么认真工作的原因吧？什么意思啊？我努力工作可不是为了聊情商，不像某些人。魏总，早上好。你在这干什么呢？你怎么又来了？你别误会啊，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上班的。上班 ？MBA 要求学员找地方实习1个月，我向 Stella 申请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助理。魏总，请多关照。路易斯，你看见了没？一身名牌，还提个 LV 的包，炫富。你喜欢我也买给你啊。你要是看见他早晨开那个红色小跑，你就更嫉妒了。那跑车我要是喜欢，你也买吗？人家可是 Bella 时装老板的独生女，就算开飞机来，我都不惊讶。哎，路易斯，我听说他是来给魏哲当助理的，那你怎么办？我正好打算退休啊。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啊？不用想，人家是冲着魏哲来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各位好，认识一下，我叫裴玉，新来的实习生。你好，杜威廉。杜总好。哎，你好，你好。各位前辈，有事尽管吩咐。哎，等会儿。有事儿？正好我有一堆发票要报销，要不你帮我贴一下？不好意思，我现在手头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忙，贴发票改天啊。我从不仇富，但我讨厌这一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讨厌他了，因为他管你们叫前辈，是吧？滚！跑车的事情我考虑一下。早，早。张总早。哟，改造型啦？凉快儿。挺好的呀。哦，对了，我现在呢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所以呢特地过来跟你报道一下。Stella 跟我说过了。虽然我是魏哲的实习助理，但是其他人要有什么需要，我都是可以帮忙的。谢谢。这个呢是你的咖啡。
谢，我这儿没什么需要。你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啊？我这2天总是胃疼。胃疼？这样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很多时候胃疼呢，是因为心情不好、精神压力太大造成的。那会儿我跟魏哲刚分手，我表面上看着嘻嘻哈哈的，这胃动不动就疼，我都去医院去了好几次了，就是检查不出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胃疼，是心疼。我是真胃疼，我心情好着呢。哎呀，你就别骗我了，魏哲都跟我说了，你刚失恋，要不然你把头发剪了干嘛？我就是过来安慰安慰你的，你可以的，加油！你这什么都说，干嘛？大林宝宝，明天周末，林肯呢约我去郊外玩2天，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不当电灯泡。你干嘛呀？一起去散散心嘛。别烦我，我好着呢，别把我当成什么失恋患者。伞你在哪儿？哎呀，江总好。啊，这里请你签个字。签个字吧。老大，以后像签字这种事儿，是不是应该交给裴小姐干？为什么？她不是你新助理吗？干脆我给你放个长假，你顺便去找个男朋友怎么样？什么意思啊？那就少废话。裴玉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就当他不存在。你手上的事情一样都不许交给他。谢谢老大。老大，八卦一下。说。我怎么觉得江总有点不大对劲儿？怎么了？我刚去找他签字，看着他对着镜子就……你说他是不是得了失恋后遗症？有点变态。你才变态呢！你要是不舒服，就回去休息。你不是胃疼吗？你怎么见人就说我失恋了呀？我跟谁说了？你前女友啊，一大早跑来我这儿，说是安慰我，还说什么胃疼就是心情不好。她说她跟你分手的时候也胃疼。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看来现在你心情挺复杂的呀。荣业路开了间鬼屋，据说到现在为止，没人敢从头玩到尾，有的人中途就被下休克，直接送医院了。我觉得那儿啊，特别适合现在的你。你现在啊，就是需要去放肆、胡来、呐喊，要把心中的痛苦给发泄出去。明年周末，你要是愿意，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去玩一趟，怎么样？我不需要，谢谢啊。放肆、
胡来是吧？我觉得你的前女友比我更适合。为什么呀？你想啊，她要是在里面下休克了，你就可以给她人工呼吸了。看来你现在心情真是好了，都会记得人了啊。小短发，挺好看，适合现在失恋的你。你怎么不吃啊？你以前不是挺喜欢这家餐厅的吗？哎，你说的那个王总什么时候到啊？王总啊，他刚才突然跟我说临时有点安排，跟你的约会暂时取消了。哦，这么巧啊？嗯，看来没什么王总吧？是裴总要约我吧？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你。要是真有个什么王总约我来这种地方，桌子上还插朵玫瑰花，那我心里真会很害怕的。那我约你来这个地方，你就不害怕了吧？回国以后，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肯嫁给蒋黎明？我以为我有婚前恐惧症，但其实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你。你不会是已经睡了吧？这还不到8点钟呢呀！只要你答应跟我复合，我可以立马给蒋黎明打电话，跟他说这个婚我不结了。咱们俩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咱们只适合做朋友。你现在这样对我，无非就是想逃避家族的婚姻而已。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好不好？我没有，你不相信我是吧？行，我现在就给蒋黎明打电话。喂，魏哲老师，达林跟你在一起吗？没有啊，怎么了？那可怎么办呀？我给他打了一堆电话，发了好几条微信，他都不回我。他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天天失眠药吃安眠药的。哎，我最近一直都陪着他，我就今天没在。你说，他该不会做什么傻事吧？你先别说了，我马上去他家里看看。好，拜托你了啊！那个备用钥匙就在门框上面啊，谢谢。我知道了。我有个好朋友有点急事儿，我得赶紧过去一下。是江达林吧？我都听见了。改天我约你，咱们俩再聊。江大林，江大林，你怎么进来的？你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不用，我就是胃疼，我一天没吃饭。哎呀，我喝点热水就好了，没关系。没事儿。
你不是号称已经过了失恋这劲儿了吗？这算什么？绝食啊！瞧你那点出息。我也不是因为这个，我是真的吃不下去饭，没胃口。失眠是怎么回事啊？邦尼跟我说，你这几天可是离不开安眠药了，吓得他每次只敢给你一粒，怕你想不开。邦尼怎么什么都说啊，烦人！我其实白天还好，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可是，一到晚上，尤其是一个人待的时候，哎呀，我这脑子里面就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你就拿张纸吧。说说，都在想什么？在想，我爸要是不出事就好。他要是不出事的话，我这个时候还在澳洲上学呢，就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说不定最后都考上博士了。可现在连我爸在哪儿都不知道。我答应我爸我妈守住 DL， 可是我真的没信心，不知道我自己行不行。还有谭新凯的事儿，我怎么那么蠢啊？我真的太信任他了，他骗我那么久，我都没有发现。他演的真的特别好，你说他对我那些是假的吗？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是个傻子，我还因为他的事情跟你吵架，跟你发脾气，真的好丢脸。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老天爷要这样对我，让我承受这么多。一点都不想做什么总裁，我也不想害人，我就想好好的，你知道吗？我还给动物保护协会捐过钱呢。我就想当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女孩子。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倒霉？我还不倒霉吗？那我跟你讲讲我的事儿。我是一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6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还记得他们离婚的那天，专门带我去吃了一顿麦当劳。整顿饭，他们俩出奇的安静，一句都没吵。一吃完饭，他们就告诉我，他们俩已经离婚了。他们以为我会又哭又闹，但我一点都没有。我那个时候对婚姻也没什么概念，我心里还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终于不用再听他们俩吵架了。
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妈生活在一块儿。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不想让我妈跟那个男的结婚吗？你没有见过你的亲妈，上午还戴着婚戒，不管不顾地吵着要结婚，晚上就哭哭啼啼的吵着要离婚。而且这种事情她做了不止一次。这就是我亲妈。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妈，又摊上这么一个对我不管不顾的父亲，我该去怪谁呢？现在你是不是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是一个不婚主义？因为我从小到大，对婚姻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不信任。再后来，我就去读研究生，我记得中间有好几次啊。我也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无法释怀，好多事情我自己也想不通，几次我都想退学，但碰巧那个时候我遇上了你父亲。你父亲在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非常的精彩。你们对公关的无知让我很失望。其实公关在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现在，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在10分钟之内，尽可能多的去搜集校园里陌生异性的联系方式。今天听课的都不包括。也就是因为那次演讲，让我对公关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我还记得我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帮一个被经纪公司恶意封杀的小明星，成功的讨回了公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价值，还有目标。一晃我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了，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也办了几个已经被载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我获的奖至今没有人能超越。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得了焦虑症。为什么？人家结婚的时候不会来找你，只有离婚的时候才会来找你；人家开业的时候不会来找你，只有破产的时候才会来找你；人家风光的时候从来不会来找你，只有倒霉的时候才会来找你。所以这个行业的负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你说我们的内心要有多强大才能够挺过来？我承认，我是一个脆弱的人，所以我的心理医生一直跟我说我不适合这个职业。那你说，我是不是更应该问自己，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无奈的经历？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是不是比你更倒霉？
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平，不如把命运攥在手里。即便将来失败了，我们也是虽败犹荣。来，为2个倒霉蛋，我干一杯。你身体不好？我想喝。你接着说啊。我再跟你说个秘密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跟裴玉分手吗？而且为什么我跟他分手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谈过恋爱？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女的亲密接触，接吻都不行。我要是一旦和女的亲密接触了，我的急性焦虑症马上就犯了。真的假的呀？那你不是还经常去酒吧泡妞吗？那其实是我心理医生让我去的，他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异性。那都是他给我布置的作业。还真有这种病啊！我还一直以为这种病都是电影里面演出来的呢。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别啊！那你这个病严重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你刚才说跟女性亲密接触不行，接吻也不行，那牵手呢？牵手行吗？不知道。心酸的承受，掌声着不被看破。有一双命运的手，安排了和你的邂逅。空荡的心，你悄然将握。我的沉默，你的挥动，全然感受。多感动，不需要说出口。不害怕奢求冷漠，想都有你被折磨。照亮心底着火，山沉睡的太浮夸。贴上夜晚的星空，被你唤起温柔，紧紧握住你的手，决定陪你到最后。人海中纵横交错，却许你还等待着我，那么相同。我们的执着，我的心将你的怀
情分钟，紧紧握住你的手，决定陪你到最后。不害怕世间冷漠，因为有你爱着我，用爱和后放纵，相信温暖就快涌上，街上夜晚的星空，为你换情分钟，紧紧握住你的手，决定陪你到最后。魏哲，你也太过分了！这大晚上的我还看着电影呢，别以为你是我的 VIP 客户，我就是随叫随到的。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我今天晚上必须见你。我又犯病了，虽然我还没晕倒，但是我已经离晕倒不远了。我现在浑身都是冷汗，我现在心跳也加速。我再说一次，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又买了你20个小时的心理咨询时间，4万块。你以为花了钱就可以随便支持我呀？进来吧。不好意思。坐吧。说吧，什么事？我接了个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吻，关键是我主动吻的他。你知道，一开始他先抓的我的手，他抓住我的手以后，我没什么反应，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要不要去吻他？我要不要吻他？然后我就看他的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吻上去了。吻上去以后，我就犯病了，然后我就浑身难受。我刚才来的路上，我气都喘不过来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有压力吗？你说她一个小女孩能给我什么压力呢？我飞机上遇到气流是不是都比这个压力大？而且问题是我现在最近都很好，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就是吻上她以后，我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你知道我现在什么状态吗？就像是在加油站里让打火机点着了一样，砰的一声，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砰你个头啊！不就是亲个嘴吗？又不会怀孕。你别跟我的病人这么说话啊！他是病人，我现在也有病了。我跟我女朋友好好约会来着，现在可好，我的女朋友却在跟一个男人坐在这里谈论接吻的事情。你的病回家治，你先出去吧。那我在车里等你啊。你刚才说你接了个吻，我说了半天，你没听到吗？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来，你把你接吻前后的情况仔仔细细再跟我说一遍。一般情况，他这么早绝对不会来上班的。等一会儿我往办公室一躲，不到下班绝不出来。妈呀，他今天疯了吧？脑子是不是坏了？我等下一班电梯不就得了呗？妈呀！他俩真的接吻了？是啊，本来俩人正喝酒呢，结果莫名其妙就吻上了。你说谁呢？张东宝。昨天晚上电视剧大结局，你看了吗？2个主人公最后。今天空调有点热，找人清一下。哦，张总怎么了？谁知道啊？走。
老大，怎么了？没什么。这是上个月的汇总和我的报销单。喂，裴大小姐今天没来上班，听说上周五晚上你俩约会去了，怎么伤人家心啦？哪来这么多听说？他以后不会来了，放心了吧？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像我这种金牌助理，你打着灯笼都难找。哎，路易斯，还有事儿？你是女的吧？你能不能从一个女人的这种角度啊，帮我分析一个情况？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无意中和他的那个女同事啊，就怎么了？就哎呀，接吻了？对，之前毫无征兆。毫无征兆。他其实本来是去探病的，谁知道这么一来二往的就发生了。他不想负责任，就接个吻还要负责任啊？那你在纠结什么？对，我有什么好纠结的？什么叫我纠结什么？是我那个朋友就不用再纠结了。你根本没有男性朋友。你说话注意点。承认吧，你说的就是你自己。他告诉我，那女人是谁？这个 ，Oh my god， 江达林。真是江达林啊！老大，你还真下得去嘴啊！你知道我去手上点。你还真下得去嘴。我跟你说了，是个意外。肯定是你先吻他的，总不会他先吻你吧？哎呀，误会，我们俩其实就喝了酒了。酒后乱性，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我劝你啊，还是放过他。为什么？你这个人吧，的确很有魅力，尤其是对女人非常的有吸引力。除了像我这种能够看透你本质和看透自己本质的女人，才能待在你身边这么多年，当你的助理。哎呀，你的本质不重要，我的本质是什么？你的本质啊，就是喜新不厌旧。你的优点就是对女人很好，你的缺点是对所有女人都很好的。哎呀，挑重点说。重点就是你们俩不合适。我压根儿也没想跟他怎么样。对呀，问题就在这儿，你根本没想跟人家怎么样，你去招惹人家干什么？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不太礼貌吧？不然呢？难道你还要上去打个招呼，跟人家说，对不起，我不小心吻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你放心，我绝对没病。你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时候懂过礼貌啊？我有这么不堪吗？你就是这样的人。哎，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个干嘛呀？自己连个男朋友都没谈过，我在对牛弹琴。别人身攻击啊！嘿，文森特，好久不见。你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跟裴玉分手吗？而且为什么我跟他分手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谈过恋爱？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女的亲密接触，接吻都不行。我要是一旦和女的亲密接触，我的急性焦虑症马上就犯了。周一上班他遇见你，
肯定装的跟个没事人一样。你怎么了？没事啊。没事就好。你有事吗？温子呢刚给我打电话了，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大客户，华盛集团。华盛集团对之前的公关公司不太满意，想换，所以温森特推荐了我们。客户下午就到。这是客户的资料。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呀？扛住，死扛！你必须死扛，除非他先来跟你表白。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装傻，哪怕是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你跟他2个人，你也一定要打死不承认。我跟你说话呢。啊？哦，下午到。客户下午到。这是笔大单子，你好好准备一下。让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